各位早，今天是2024年的5月24号，欢迎大家在早晨7点收看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我是子龙。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习近平主持召开企业和专家座谈会，强调要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主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陈吉宁赴城投集团调研，要求加快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确保城市安全、高效、有序运行，更好在稳增长、促转型、惠民生中发挥主力军作用。禁止台独分裂势力及外部干涉，东部战区为台岛周边开展联合演习，海警协同开展执法演练。特斯拉上海储能超级工厂正式动工，预计明年1季度投产。中国首批超大型商用储能设备订单同步签约。伊朗总统莱西的最后一场遗体告别仪式在马什哈德举行，上万名民众聚集街头，向莱西做最后告别。挪威禁止俄罗斯公民以旅游等非必要理由入境。俄方回应称，这一政策纯属歧视，将采取反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5月23号下午在山东省济南市主持召开企业和专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党的20大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确立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主题，突出改革重点，把牢价值取向，讲求方式方法，为完成中心任务、实现战略目标增添动力。座谈会上，9位企业和专家代表先后发言。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表示，党中央作出重大决策，制定重要文件，都深入调研，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这是我们党的一贯做法和优良传统。习近平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锚定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总目标，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和结构性矛盾，不断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提供有力制度保障。习近平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要从现实需要出发，从最紧迫的事情抓起，其他领域改革也要聚焦全局性、战略性问题，谋划改革举措，实现纲举目张。习近平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抓改革促发展，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要从人民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出发，谋划和推进改革，使改革能够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守正创新，改革无论怎么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等根本的东西绝对不能动摇。同时要敢于创新，把该改的、能改的改好、改到位，看准了就坚定不移抓。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昨天下午在调研上海城投集团时指出，把上海国资国企搞活搞好，更好推进现代化建设和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蓬勃生命力，是必须坚定扛起的政治责任。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准确把握功能定位，把管理服务能力提高、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与城市长远发展需要更加紧密结合起来，加快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确保城市安全、高效、有序运行，更好服务5个中心建设，更好在稳增长、促转型、惠民生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城投集团当前正聚焦集团化、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的改革目标，以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助推世界一流企业建设，加快建成卓越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陈吉宁在集团查看了路桥、水务、环境、置业等产业板块项目，了解北横通道等重大工程、水务产业链、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保障体系、城市更新和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的进展成效。就抓实抓细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落实听取情况汇报，提出明确要求。随后，陈吉宁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集团总体概况和改革发展相关工作汇报，结合实施好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更好服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同与会同志深入交流讨论。陈吉宁指出，上海城投集团主责主业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要更好发挥城市运行管理主力军作用，立足城市更长远发展，加快从建设体制向运营体系转变，以一隅之力尽全局之责，着眼优化完善城市基础设施网络体系，切实转变观念，推动业务转型，做好运行维护的大文章。更好发挥规模经营效应，着力提升体系化运营能力，切实做到降本增效，把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做得更好。要聚焦主责主业，加强功能性业务绩效管理，提升经营性业务竞争能力，在管理服务能力提高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上持续用尽实力。陈吉宁指出，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牢城市安全底线，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预警预报，提升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把应对预案做到位，立足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持续提升排水管网运行能力，结合气象大模型，加强精准防控，落细落实各项防汛防灾措施，加强水源地水质监测预警，把饮用水安全保障到位，树牢风险安全意识，加强危废医废处理，持续做好全流程日常监管和常态化排查整治。陈吉宁强调，要毫不松懈加强党的建设，健全党的组织体系，提升干部专业化能力，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要以党建引领公司治理现代化，持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加大监督执纪力度，加强内控制度建设，扎牢扎紧制度笼子。要以党纪学习教育为抓手，加大警示教育力度，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生态。市领导李正参加调研。记者施正报道。震慑台独分裂势力，解放军再次亮剑。5月23号到24号，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战区海陆空火箭军等兵力，在台岛周边展开联合利剑 2024A 演习，重点演练联合海空战备警巡、联合夺取战场综合控制权、联合精打要害目标等科目，检验战区部队联合作战实战能力。昨天7时45分开始，东部战区在台湾海峡、台岛北部、南部、东部及金门岛、马祖岛、乌丘屿、东引岛周边开展联合演训。在演习中，东部战区空军出动数十架次战机，成体系实施环台岛战巡、绕外岛巡航。抵达任务空域后，各型战机依托联合情报支撑，灵活采取各类战术动作，抵近台岛周边战巡。在陆军和火箭军的支援掩护下，多机型编组满挂实弹，飞赴预定空域建立多个打击阵位，协同驱护舰、导弹快艇模拟打击敌高价值军事目标和侦巡舰机。东部战区强调，演习是对台独分裂势力谋独行径的有力惩戒，对外部势力干涉挑衅的严重警告。中国台湾937舰，这里是中国管辖海域，我在此执行战备警巡任务，已无权干涉。台独分裂是对台海和平最大的破坏，你们不要为台独卖命，以武拒统只有死路一条。如果你们执迷不悟，甚至干扰我行动，我将采取惩戒措施，坚决维护台海安全。
与此同时，东部战区还公布了联合利剑 2024A 演习区域示意图，并于昨晚发布了舰艇编队多方向抵近台岛战巡演练态势图。从具体演习区域来看，台湾岛北部演练重在威慑台北政治、军事重要目标；台湾岛南部演练则痛击台独大本营，并通过掐住高雄港这个台湾海上门户，打击台湾对外贸易，以及将台当局海军困在港内。在台湾岛东部进行演练，是为了阻断3条线：一是阻断台湾能源进口的生命线；二是阻断台独势力想要逃避制裁向外逃窜的逃跑线；三是阻断美国及其盟友向台独势力提供援助的支援线。而针对金门、乌丘等岛屿的演习，分析称，此举意在切断他们与台湾岛之间的联系。军事专家认为，东部战区这次展开的突击演练，表明解放军已经具备捐岛无死角的打击能力，破除了台独的庇护所和战略保存地，以及台独势力以拖代援的幻象，形成了威逼态势。如果说之前蔡英文还遮遮掩掩的话，那么赖清德这次就是毫无顾忌，明确抛出了新两国论，其台独立场暴露无遗。他打的算盘就是渐进式台独。如果赖当局还不知道悔改的话，那么两岸面临的风险就会骤增，台独势力也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者，也终将成为历史的罪人。东方卫视综合报道。针对中方开展的军事演习，有美方官员表达了所谓的担忧。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联合演训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惩戒对台独分裂势力，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完全正当必要。台独分裂势力每兴风作浪一次，中国和国际社会捍卫一个中国原则的力度就会加大一分。我们敦促美方停止纵容支持台独势力，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任何危害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径，都必将遭到中方坚决有力回击。另外，联合利剑演习进行的同时，剑指台独分裂势力的武器装备也已经就位。东部战区昨天以繁体字的形式发布组合海报“粤海杀器”，共有6款武器，分别是踹门神器歼20隐身战机、炸弹卡车歼16战机、中华神盾052D 导弹驱逐舰、登陆猛将071型综合登陆舰，还有东风导弹以及量大管饱的远程火箭炮系统。而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东部战区亮剑的同一天，中国海警局也是紧随其后发布消息，福建海警当天组织舰艇编队在乌丘与东引岛附近海域开展综合执法演练。战斗警报！演练期间呢，福建海警舰艇编队重点开展识别、查证、警告、驱离、机动穿插、航路管制等等科目的训练，检验联合巡航快速反应以及应急处置能力。本月以来，中国海警在金门附近海域已经开展了多次常态化的执法巡查行动，而这一次呢，是我海警舰艇首次进入乌丘与东引岛的所谓的限制水域，执法行动的范围再度扩大。此外，这次还是中国海上执法力量与东部战区各军兵种在台湾海峡的首次同框，凸显了军警协同的升级和拓展。在昨天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指出，波音防务等公司屡次对台销售进攻性的武器，纵容支持台独分裂势力，严重损害中国国家安全。中方将其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并采取相关的处理措施，是依法采取的正常执法行为。何亚东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台独分裂活动是台海和平的最大破坏性因素。波音防务空间与安全集团、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通用动力陆地系统公司屡次对台销售导弹、军用无人机、坦克等进攻性武器，以此纵容支持台独分裂势力，严重损害中国国家安全，严重损害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何亚东指出，
中方根据《对外贸易法》《国家安全法》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决定将上述3家美国公司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并采取相应措施，是中方依法采取的正常执法行为。东方卫视记者王一鸣、董宝忠北京报道。特斯拉上海储能超级工厂昨天在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动工，这是特斯拉在美国本土外的第1座储能超级工厂，也是特斯拉入华10年来继上海超级工厂之后，在中国的又一大型投资项目。临港新片区和特斯拉兑现了他们5月底开工建设上海储能工厂的承诺。在5月11号拿到施工许可证之后，2周不到，这项工程今天正式动工。未来这里将生产特斯拉超大型储能商用电池 Backpack。项目占地面积约20万平米，预计明年第1季度，超大型储能商用电池将再次投产，产量将达1万台，储能规模近40吉瓦时，相当于上海5万户家庭1年的用电量。一部分是供应中国的这个储能的市场，另外一部分也会供应全球的储能市场。那我们也希望延续临港速度，我们尽快的建设工厂，然后尽快的实现产品的投产。特斯拉与临港集团还同步完成中国首批超大型商用储能设备订单签约，共8台。储能规模约32兆瓦时，将用于对电力能源需求量极大的数据中心的运行。可以在古时大家这个电网压力最轻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 Megapack 用上来储存这个电量，然后到这个峰时的话，大家用电比较紧张的时候，那 Megapack 它就可以相当于一个虚拟电厂的功能，就可以放电。那这样的话，对整个周边乃至整个电网的这个会起到很大的这个帮助的作用。2019年，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在临港实现当年动工、当年投产、当年交付。本次上海超级储能工厂从洽谈、签约到动工，再次刷新了临港速度。作为上海市重大能源项目，工厂的建设将助力上海构建绿色能源体系，同时也为临港未来产业发展提供新动能。因为特斯拉的这个汽车的超级工厂已经为临港当地已经培养和形成了一个比较成熟的产业链的体系，储能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终端。一旦它落地了之后呢，等于我的产业集群是更多元化的服务于我的一个终端产业了，其实可以帮助我的产业链有更好的一个抗风险的能力，能够有更强的韧性。东方卫视记者陈慧莹上海报道。上周央行房贷政策3连发后，多地积极落实楼市新政。22号，湖北宣布落实首套住房首付比例最低15%，同时取消房贷利率政策下限。同一天，广州、合肥均宣布将发起住房以旧换新活动。22号，湖北省多部门共同出台措施，从取消购房限制、降低购房门槛、推进住房以旧换新等10个方面释放重大利好。根据最新政策，将首套住房最低首付比例从不低于20%调整为不低于15%，二套住房最低首付比例从不低于30%调整为不低于25%，同时取消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政策下限。此外，湖北省还将下调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5月17号，央行房贷政策3连发后，武汉、合肥、长沙、西安、郑州等多地已落实楼市新政。执行首套房首付比例降至15%新政的城市越来越多。除了落实房贷政策，此前公布的一些房地产优化政策也在协同发力。22号，一线城市广州发起全市住房以旧换新活动倡议。从参与活动的房地产项目来看，首批共计122个房地产项目参与，项目分布在全市多区，楼面价从1万多元至10万多元不等。按照规定，购房人选购新房后，若旧房未能在约定期限内售出，无需承担任何违约责任。有房产中介称，已接到不少咨询电话。关注的市民呢是非常多的，有报名的也有询问的。对，我这边都收到2、3个报名的了。它的优势最大也就在于，再也不用担心说，等我房子卖掉了之后，我想买的房子没有了。同样是22号，合肥市也发起商品住房卖旧买新活动。首批参与活动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及房地产中介机构名单目录将于近期公布。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来关注一下天气。未来3天，我国西北、华北、东北等地呢将会有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华南沿海一带的强降雨范围将会继续的收窄。今天，广东、福建以及海南岛等地仍将会出现较强降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大部、东北地区南部以及黄淮北部等地将迎来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部分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南方地区的降雨继续向东向南收缩，广东东部沿海、福建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局地有暴雨天气，部分地区伴有最大小时降雨量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明天开始，华南沿海一带的强降雨将基本告一段落，但本周日起，新一轮强降雨将从西南地区等地再度发展增强，冷暖交汇下，江南、华南地区又将出现新一轮较大范围强降雨。气象部门提醒，未来1周我国降水将再度发展增多，影响范围广，局地雨量较大，建议公众提前做好相关防范措施。华北、东北等地公众还需防范雷电、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的不利影响。东方卫视综合报道。今年首个台风或将于本周末生成。中央气象台预计，本周6前后，西北太平洋将可能生成今年第1号台风。目前在帕劳附近有个热带扰动系统活跃中。日本气象厅昨天对这个热带扰动发布预生成提示，预计其将在24小时内发展成今年第1号台风艾云尼。各大机构预测，如果艾云尼生成，大概率将北上转向，对我国没有影响。常年首个台风的平均生成日期是3月16号，今年已经迟到了2个多月。下周上海将正式进入汛期。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上海汛期降水总量偏多，梅雨量偏多。目前一批重要防汛工程都在加紧建设。上海市水务局透露，包括苏州河西闸、新川沙泵闸等10座水闸将在汛期前实现通水，保障城市安全。苏州河西闸工程位于苏州河上游河口嘉定安置路桥以南，是国务院重大水利工程项目吴淞江工程的重要子项，也是上海苏州河防汛布局的关键节点。经过近2年施工，目前工程已进入尾声，宽60米的节制闸室已完工，河道疏浚等配套工程也已竣工。指挥塔正加紧建设。伴随着西闸工程建设，2.08公里长的岸线呢也进行了一次提升，防汛墙从4.5米提高到了5.2米高，使得区域防洪能力达到了50年一遇。下个月工程最核心的闸门安装完工后，就能在主汛期发挥作用。一旦我们市区里面这个水位高，我们这个苏州河闸门就是要把它关起来，让那个上游的水走这个温岛浜那一边通道排出去，减少市区的防洪除涝压力。黄浦江中上游堤防防洪能力提升工程1期，也是国家水利部重大工程之一。在松江区全域需加高加固50.7公里的堤防，目前正分为6个标段同步施工。旧的防汛墙逐步被拆除，即将进行新墙主体结构施工。我们是采取墙前围堰加墙后临防的这种组合方式，来形成一个临时的一个防汛的封闭体系争取这个部分的岸段汛期内能够建成。这样的话，可以提早的发挥一定的这个防汛效应。这项工程不仅能将防洪能力提升至100年一遇，还将兼顾生态功能。我们今后的防汛墙是有2级挡墙，2级挡墙后退了，那么1级挡墙、2级挡墙之间结合景观、生态，包括休闲步道这样的功能。近年来，上海持续加大防汛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快补齐防洪除涝工程短板，提升防御能力。今年年内还有7项防汛基础设施工程陆续开工，进一步筑牢安全体系。东方卫视记者韩琼上海报道。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为您带来。伊朗总统莱西的最后一场遗体告别仪式在马什哈德举行，上万名民众聚集街头向莱西做最后告别。挪威禁止俄罗斯公民以旅游等非必要理由入境，俄方回应称这政策纯属歧视，将采取反制措施。
伊朗于当地时间23号正式将已故总统莱西安葬在其家乡伊朗东北部的城市马什哈德。当天，莱西遗体运抵马什哈德机场之后，由灵车运往该市的伊玛姆里萨圣地。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援引马什哈德市长的话报道，至少有300万人在灵车经过的沿途为莱西送行。当地时间23号下午，莱西的最后一场遗体告别仪式在他的出生地马什哈德举行。大批伊朗民众聚集在街头，追随缓缓移动的灵柩，向莱西做最后的告别。在告别仪式后，莱西的遗体被安葬于伊玛姆里萨圣地。当天早些时候，临近省份南呼罗珊省的比尔詹德市也为莱西举办了盛大的遗体告别仪式。同一天，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被安葬在首都德黑兰，大批伊朗官员和外国政要出席了葬礼。莱西等人所乘直升机19号在伊朗西北部山区坠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伊朗政府20号宣布举行为期5天的全国哀悼。东方卫视编辑报道。针对这次直升机事故，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了首份调查报告，显示在坠毁直升机上没有发现弹痕或者是类似的情况。从德黑兰派遣的专业技术小组于当地时间20号上午9时抵达直升机坠毁现场，采集信息。报告显示，直升机按计划航线飞行，并未离开指定航线。事故发生前约1分半钟，事故直升机的飞行员与该飞行组的另外2架直升机进行了沟通。此外，坠毁直升机的其余部件中没有发现弹痕或类似情况。由于地区情况复杂，大雾气温较低，搜救行动延长并持续了1整夜。并于5月20号凌晨5时，在伊朗无人机的帮助下，准确定位了事故位置。塔台与机组人员的谈话中没有发现可疑情况。报告还提到，与此次直升机事故相关的大部分信息已收集完毕，有些内容伊朗方面还需要更多时间来审查。东方卫视编辑报道。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3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出动无人机击中黎巴嫩纳巴提耶地区的一辆行进中的汽车，造成1人死亡。报道说，爆炸产生的弹片击穿一辆行进中的校车车窗，造成3名学生受伤。黎巴嫩真主党23号证实，1名真主党成员当天遭以军空袭死亡。فجأة بصير ضربة يعني للوهلة الأولى ما عرفنا شو هي للوهلة الأولى ما عرفنا شو اللي صار طبعا حال طلع الأولاد انكسر الإزاز الأمامي كله اتكسر كل الإزاز وقفت بأرضي مباشرة لحين يعني ثواني لقدرت استوعب شو اللي عم بصير。以色列国防军23号表示，以色列北部当天遭到来自黎巴嫩方向大约30枚火箭弹的袭击，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出动战机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空袭，并摧毁了一个火箭弹发射阵地。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黎巴嫩真主党声援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其军事组织向以军阵地发射火箭弹和炮弹，以军则还以空袭和炮击。东方卫视编辑报道。乌克兰危机在2022年升级之后，美西方国家冻结了大约3000亿美元的俄罗斯央行的资产，而其中大部分呢是在欧洲。22号，欧盟正式公布批准将欧盟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所产生的收益用于向乌克兰进一步提供军事支持的决定。该决定将于5月23号生效。俄罗斯方面表示，这一决定会带来无法预测的后果。根据欧盟的决定，这些俄罗斯资产收益的90%将被拨进欧盟运营的一个基金，用于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其余10%则通过其他方式支持乌克兰。欧盟预计，到2027年，这些资产将产生约150亿到200亿欧元的利润。报道引述欧盟外交官的话称，乌克兰预计将在今年7月收到第一笔款项。俄罗斯消息报22号援引俄罗斯驻欧盟代表团的声明称，这一决定肯定会带来无法预测的后果，包括对欧元区、欧盟成员国经济和投资环境的影响。欧盟迟早会被迫将那些偷走的东西归还俄罗斯。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签署了一项法令，允许俄罗斯使用美国在俄资产，补偿俄方因在美资产被没收所遭受的损失。根据该法令呢，俄罗斯法院有权使用美在俄资产，包括美国公司和美国公民在俄境内的动产和不动产、所持有的证券、在俄公司的法定资本的股份以及其他财产权，来赔偿美方扣押俄在美资产给俄方所造成的损失。
当地时间23号，挪威宣布将禁止俄公民以旅游或者其他非必要旅行为由入境挪威。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晚些时候回应称，挪威新宣布的限制俄公民入境政策纯属歧视，俄方将采取反制措施。佩斯科夫当天表示，俄方不可能对这类举动不做回应。挪威方面的决定纯属歧视，俄方不会接受，并对挪威政府选择让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感到遗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俄方不准备禁止挪威公民入境，但这并不意味着俄不会采取报复措施，俄方必将反制。挪威是北约成员国和申根区国家，与俄罗斯边界长约200公里。乌克兰危机2022年升级后，挪威停止对俄公民发放旅游签证，但此前已持有挪威长期签证和获得其他申根区国家签证的俄公民依旧能入境挪威。新政实施后，上述群体将不能入境。东方卫视编辑报道。捷克总统府23号晚发布消息说，捷克总统帕维尔在骑摩托车时受伤，他在布拉格军事大学附属医院接受治疗，并住院接受短暂观察。总统府说，帕维尔伤势并不严重。除此之外，总统府没有披露更多细节。捷克警方称，事故发生在一个封闭的赛道上，这不是一起道路交通事故。据了解，现年62岁的帕维尔于去年1月当选捷克总统，他一直保持了骑摩托车这项爱好。土耳其央行23号宣布，土耳其货币政策委员会决定维持50%的基准利率不变。土耳其央行在声明中表示，每月通胀的基本趋势在4月出现有限下降。考虑到货币紧缩政策的滞后效应，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决定维持当前基准利率不变。不过，土耳其央行强调将密切关注通货膨胀风险。近年来，土耳其通胀率一直在高位运行。去年6月，土耳其央行宣布进入加息周期，并于今年1月宣布结束。不过，由于2月基本通胀趋势高于预期，土耳其中央银行3月将基准利率再度上调500个基点至50%，并在此后维持不变。东方卫视编辑报道。当地时间的23号，韩国总统府宣布了一项重磅计划，计划斥资26万亿韩元，约合190亿美元，用于扶持韩国的芯片产业。 반도체는 다 알다시피 국가 총력전이 전개되는 분야입니다. 고도의 정보 처리 능력을 가진 최첨단 반도체를 누가 먼저 만들어내느냐에 승패가 달려 있습니다. 경쟁국에 뒤지지 않는 반도체 지원을 펼쳐서 국가가 확실하게 뒷받침해야 됩니다. 上述扶持方案包括向芯片制造商、原料供应商和芯片设计企业在融资、研发和基础设施方面提供支持。其中的核心内容是由国有韩国产业银行设立总值17万亿韩元的融资支持项目，专门用于半导体行业基建投资。韩国政府还计划延长实施对半导体行业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以期刺激该行业增加就业岗位，吸引更多人才。目前， 韩国正在首尔周边建设超级芯片集群，将囊括京畿道南部的多个工业园区，占地面积约2100万平方米，计划2042年前竣工。上述多项举措正值韩国政府打算重金投资6大关键技术领域，包括芯片、显示器和电池。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数据显示，芯片是韩国主要出口商品之一，今年3月出口额为117亿美元。 达近2年来最高水平，占韩国出口总额1/5。东方卫视编辑报道。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为您带来。今年前4个月，上海外贸进出口实现增长，对东盟进出口由降转增。一青壮年男子竟被流感击垮，历经 ECMO 等治疗，历时4个月方才死里逃生。
欢迎大家在7点35分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子龙。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爽。我们回到新闻当中，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的前4个月，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到1.39万亿元，同比增长0.1%，其中出口5530.7亿元，同比微降0.4%，进口8359.7亿元，同比增长0.4%。值得一提的是，4月份进出口3572.5亿元，同比增长4.2%。在浦东国际机场敦豪北亚枢纽，自动快递分拣线正在运转，机器人小车穿梭在货架间，每小时可以分拣约2万件包裹。海关通过大数据分析，对高风险包裹进行布控查验。海关方面介绍，今年前4个月，浦东机场口岸进出境货物激增。据统计，2024年前4个月，浦东机场海关监管浦东机场口岸进出境货物107.68万吨，同比激增10.61%。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上海市进出口总值1.39万亿元，其中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8376.6亿元，同比增长1.2%，呈稳中有进态势。其中出口3096.1亿元，同比增长2.8%，进口5280.5亿元，同比增长0.2%。欧盟、东盟分别成为上海第1、第2大贸易伙伴。今年前4个月，上海对欧盟和东盟进出口分别达到2541.7亿元和1831.7亿元，其中对东盟进出口由降转增，对其他金砖国家进出口维持2位数增长。值得一提的是，船舶出口延续强势。今年前4个月，上海市船舶出口196亿元，增长87.6%，拉动同期上海市出口1.6个百分点。随着东南亚水果进入旺季，水果进口开始激增。这几天，泰国榴莲、红毛丹等当季水果纷纷包机运抵浦东国际机场。针对近期泰国榴莲进口频次高、数量多等特点，浦东国际机场海关为泰国榴莲包机提供一机一测保障，安排优先作业，快速验放。今年4月呢，浦东机场口岸的浦货进口渠道呢，进口的泰国榴莲达400余吨吧，同比呢大幅增长了1.4倍。记者沈春琛报道。经过10年建设，上海4号农村路高质量发展，完成新改建超过480公里，提档升级改造2600公里，助力乡村振兴战略不断实施。在上海市乡村振兴示范村浦东川沙的联民村，葱茏绿意当中，乡村因路而兴。下午，川沙新镇联民村40多名市民代表跨上自行车，沿河骑行，道路平稳，一路美景，十分惬意。联民村毗邻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河道交织，有9条总长超过15公里的乡村公路和22座桥梁。从白色水泥路到黑色柏油路，因路而兴的变化，扎根8年的品牌民宿经营者颇有感触。我们一开始就是目标可能只是一个迪士尼的游客，然后但是从这个4号乡村路好了之后，明显就感觉从市区来的游客，包括从外地来的游客，都就是数量显著增加了。对这个项目就很有信心嘛，然后就一直在做扩建。公路通，产业兴，生态美，村民富。联民村4号农村路建设入选了交通运输部全国典型案例。让我们的一个乡村道路呢，就是成为我们农民的一个致富路，也让我们的这个道路成为那个游客的一个景观路。10年来，上海创建4号农村路全国示范县4个，市级示范镇55个。目前，上海正在进一步实施农村公路一路一档智慧化监管试点。就一路一档这项工作呢，我们上海呢，首先在奉贤、青浦、松江3个区进行了试点，明天呢，我们就逐步在另外6个市农区全部把它给推广完成。记者谢丹青报道。2023上海市公共图书馆少年儿童阅读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底，上海全市少年儿童活跃读者超过28.4万，5到11岁读者成为本市少年儿童阅读的主力军，0到2岁少儿读者卡办证人数急剧上升。为了让更多的孩子和亲子家庭在家门口享受优质便捷的公共阅读服务，今年全市打造100个儿童友好城市阅读新空间，首次
次被纳入上海市为民办事实事项目。那么，儿童友好城市阅读新空间到底什么样呢？我们来看报道。苏州河畔这座古色古香的建筑，今年2月换新后，成为了儿童友好城市阅读新空间——未央学馆。手打开，然后还原，置于我们的胸前。300平米的空间内有1000余册儿童读物，还配有古风击案、蒲团。在这里，孩子们不仅可以读经典，还可以着汉服、习礼乐。从小让孩子接受中国文化的这个传统的礼仪，让他们知道汉服啊，还有我们国学的文化，对他也是一个很好的熏陶。作为一个传统类的社会组织，我们觉得就是传统文化的推广，它不仅需要从上至下的推动，更需要从下而上的响应。我们也是希望说，我们的辐射面会更广一点。而就在去年，这里还只是一个简陋的市民活动室。街道在征求了居民意见后，决定与社会组织携手，把这里打造成儿童阅读空间，给更多家长多一个遛娃好去处。我们一直在探索怎么样把这样一个场地有一个更好多功能的发挥，同时呢又结合我们的一张一合这样的特点，怎样融入到我们 City Walk。 在遛娃的同时，也可以到这边来参加活动，能够有这样的一种就是给孩子亲近孩子，然后的一种方式，对我们家庭来讲也是个挺好的事情。除了这样腾挪改造出来的儿童友好阅读新空间，上海还在充分挖掘已有的社区图书馆等公共资源，为更多青少年朋友提供阅读场所。午休时间，通过这个侧门，格致初级中学的学生就能直接进入南京东路街道的社区图书馆选书阅读。社区图书馆的科技类书籍的更新是特别快的，和上海图书馆打通了，然后就是非常的方便，就是想看什么书，就是涉及的方面就非常的广。这个由格致初级中学与南京东路街道联办的城市书房，是上海首个学校社区联办的图书馆。2个图书馆总面积300多平方米，空间相通，仅有1门之隔。学校图书馆周1到周5开放，社区图书馆则是工作日下午3点后，周末全天开放，时间上也是无缝连接。我们设置了这个人脸识别的门禁卡，居民一般进不了学校，这样保证了学生的安全。这是一个单向通道，学生可以从学校进入社区图书馆。2个馆内的书籍、活动资源也实现了共享。社区上的图书馆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人文方面的图书，上图也好，黄埔图书馆也好，社区图书馆几个地方共同来提供图书资源，学生的图书投放面就很大了。那么让他们来点单，那么我们来配送一些相关的活动资源。据统计，2023年上海市少儿图书外借总册次超过1506万册次，全市少儿图书外借总人次超过216万人次，占公共图书馆流通量过半。少儿阅读成为全民阅读的重要内容。目前，首批20个上海儿童友好城市阅读新空间已充分融入上海市15分钟社区生活圈建设。除了我们本体的社区图书馆、社区文化中心的主图书馆之外，我们会在不同的地方设立分的图书馆、分的儿童友好的这样一个阅读新空间，能够把这个覆盖面做到全域。通过这个资源的辐射，那能够给大家能够提供非常多的这个展陈资源啊、展览资源、书目资源，那么还有就是很多的一些活动资源，给到大家来共同的点单。大概到10月份的时候，就应该会有100家，对，所以这样的话会有更多的这个亲子家庭和小朋友就能够在家门口来享受我们的这个公共的这个阅读服务。出门打一辆网约车早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但是现如今呢，无锡的无人驾驶小巴也能手机预约随叫随到。目前行驶在无锡经开区的无人驾驶小巴已经基本做到了网约全域覆盖。在无锡经开区智能网联汽车生态产业园点位，市民小杨打开车程智联微信小程序，选择好起点、终点，很快就叫来了一辆无人驾驶网约小巴，并顺利登车验马乘坐。平时上班的话呢，就是坐地铁，但是从地铁站到公司会有一段距离。那如果选择等公交车的话呢，时间会比较久。那如果打车的话，又有一笔费用的支出，所以我会叫一辆网约小巴，因为它既是免费的，然后又比较方便快捷。无锡于2022年9月面向智能网联汽车全域开放测试及应用。去年3月，经开区集中投运50辆无人驾驶小巴，打造随需而行的区域微循环接驳系统。如今，无人驾驶小巴又在原有10条固定线路的基础上推出网约专车功能，进一步满足市民个性化出行需求。
经过我们前期的测试，还有一些试点运营，现在呢，我们的网约车已经在经开区推出了将近70个站点，覆盖经开区绝大部分的商圈、社区、景区，还有医院。无锡经开区无人驾驶小巴运营至今，车辆自动驾驶行驶里程已经超过500万公里，年度运营接驳人数超10万人次，上座率达50%，形成了全国首个最大规模城市公交微循环接驳体系。而随着网约功能的全面上线，预计到今年6月底，无人驾驶小巴轿车点位将扩充到200个左右，以更好服务市民出行最后1公里。现在是可以网约了，我真的愿意去体验一下。无锡台报道。近日，苏州上方山森林动物世界推出动物认养计划，邀请社会群体参与到野生动物保护的行列中来。今后你就可以带领你们的员工来看一下你的这个新宝贝，你现在就是他的新主人了。好的，好的，好的。在上方山森林动物世界，今年出生的虎宝宝云朵成为了第1只被认养的动物。我们企业平时呢，也一直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公益活动，想出一份自己的力量，然后做一个小老虎的一个认养。集体认养的话呢，我们首先会提供集体一个全员的一个科普的一个游园的活动，然后呢再深入的体验你所认养的这种动物的一个饲养的一个过程。上方山森林动物世界的认养计划是一项新的科普项目，市民通过认养的方式可以直接参与到动物的日常护理和保护工作中。今年以团体认养为主，逐步开放至个人及家庭。目前能够被认养的动物暂定为华南虎、长颈鹿、大象3种。今年我们从年初开始就是配对了6对华南虎，而且包括我们的4朵金花，今年也在这个繁育计划之内。所以今年可能会有一些虎宝宝的出生，就也可以参与我们这个认养的行列之中。到时候大家有更多的选择。苏州台报道。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连云港鬼秤事件的最新进展啊。那昨天呢，市场监管总局向江苏省市场监管局发出了挂牌督办函，对连云港市海州区海鲜蔬菜直销市场鬼秤事件查处实行挂牌督办。近日，网络博主狂飙兄弟在该市场购买海鲜时遭遇到缺斤少两，并且被抢手机。5月19号，海州区发布通报，对涉事的商户、市场主办方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以罚款，5名市场主办方的工作人员被行政拘留。今年1月份，上海市民赵先生因为一场流感入院，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场流感差点让他送命。在 ICU 里，他是先后经历了 ECMO、透析等等一系列的救治。昨天，他拔下了身上的最后一根治疗管，终于回家了。今年1月，34岁的市民赵先生在发热4天后感到呼吸急促，被紧急送往上海新华医院。医生诊断为重症肺炎、呼吸衰竭，命悬一线。它是乙流阳性，病毒感染以后导致肺部的急性的炎症风暴，那么肺水肿的出现，引发了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影响到这边肺全部是被炎症充满。考虑到肺部功能丧失，急诊专家立即启动体外膜肺氧和 ECMO。7天后 ECMO 撤机，虽然命保住了，但后续治疗依然复杂。赵先生先后经历了有窗呼吸机、肾透析、心衰纠正手术等等。专家介绍，赵先生被流感击垮，主要是因为在繁忙的工作中忽略了身体的不适症状，耽误了就医。另外，感染后诱发了基础疾病，也让他的病情加重。赵先生是一名新能源汽车企业的高级工程师。今年1月，他和同事们都在为了即将上市的新车做最后冲刺，身体不舒服也就没顾上看医生。那段时间的话，一般9点多吧，9点多下班。对，好像也没那么严重，所以这次又抱着点侥幸的心理。专家提醒，流感不同于普通感冒，市民千万不要忽视，应及时就医。东方卫视记者周文运上海报道。更多长三角区域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获悉，为满足市民办证需求，5月份的最后2个周五都将加开2场夜间办证专场。从17点至20点，只要有出入境办证需求的申请人，无需预约，均可直接前往办理。今年以来，上海出入境证件办理量持续保持高位。上周六，上海出入境接待大厅共办理出入境证件3.38万证次，创下单日新高。最近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热播，上海市文化旅游局介绍，
上海直飞阿勒泰航线将于7月1号全线开航，每周执行3班，去程为周一、周三、周六8点45从上海起飞，14点40抵达阿勒泰，回程为周一、周三、周六15点30从阿勒泰起飞，20点50抵达上海。浙江缙云推出跨代共居养老模式，目前已有10多位年轻人住进了养老院。他们的服务内容没有固定项目，陪老人看看书、下下棋，甚至教老人使用智能手机等都可以。养老院给年轻人的房租是每个月1000元，如果每月完成20个小时的志愿服务，就减免500元；每月完成30个小时，房租就全免。江苏南通主城区出台商品住房以旧换新奖补政策，对符合条件的，在崇川区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苏锡通科技产业园区范围内参与商品住房以旧换新的个人，给予所购新建商品住房购房款总额1%比例的购房奖补。苏州市轨道交通8号线顺利通过项目工程验收，将进入试运行阶段，预计今年9月底开通运营。苏州轨交8号线全长35.6公里，是28座地下站，其中换乘站12座，串联起苏州高新区、姑苏区、相城区和工业园区。小满过后，意味着3下大忙即将开启。目前，江苏各级农机部门已调度准备了包括自动导航、辅助驾驶等功能在内的各类农机具约100万台套，确保下粮应收尽收、应收快收。预计今年全省小麦机收率将稳定在99%以上，水稻机播率90%以上。下面有请江波为大家带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江波，好的，接下来一起进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我们先来看一下新华社的这篇文章，题目叫《缺斤短两的监管才真可怕》。文章说5月23号，市场监管总局正式挂牌督办连云港鬼秤事件。文章对此评论说了，市场上的鬼秤固然可恶，可实际上缺斤短两的监管鬼秤才真正可怕。如果监管机制缺斤短两，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和不法商贩沆瀣一气，那市场就会丧失纠错能力，助长鬼秤驱逐良秤，严重污染市场生态，甚至会动摇市场的基础。现在由市场监管总局对连云港鬼秤事件挂牌督办，希望能彻底铲除监管的鬼秤，让当地市场重新回到诚信、规则和法治的轨道上来。好，接下来看一下《经济日报》的这篇文章，坚决刹住拒收现金歪风。文章说据中国人民银行官网的消息，2024年1月份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对7家核实为拒收人民币现金的单位及相关责任人依法作出了经济处罚，最高罚款金额达到了5.5万元。文章对此评论说，目前我国移动支付的普及率达到了86%，居全球第1位。这本是一件便利居民消费、促进经济发展的好事，但是一些经营主体以各种理由强迫消费者按照自己的土规定付费，遭到人们的诟病。现如今，央行出手整治这些行为，正当其时。支付方式多元化当然是好事，但兜底性的传统金融服务方式不应该遭到排斥，这也是文明社会应该要有的包容度。选择什么样的支付方式，于个人是自由的选择，于社会关系着金融的稳定。拒收现金行为于法无据，于理不合，于情不通。央行开出的每一个罚单都是意义重大的。好，再来看一下澎湃新闻的这篇文章，加油站偷油最多罚2000。文章说了，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日前披露治理加油机作弊专项行动开展1年来，全国共查办加油机作弊案件1249件，涉案金额高达了20.02亿。不过，媒体在公布的案例当中却发现，有的加油站作弊违法所得颇丰，但是罚款数额却相当的低。比如说，某加油站被没收违法所得就达到了800多万元，但罚款仅只有2000块钱。文章对此评论说了，一边是作弊获利数额巨大，另一边却是行政罚款2000元，如此强烈的反差之下，很多网友对此表示不理解。
但是从现行的法律法规来看呢，这样的行政处罚又已经是达到所谓的顶格了。立法的目的无非就是剥夺行为人的违法能力，增加其违法成本，以此产生教育和震慑的作用，避免他们一犯再犯，践踏法律红线。而就现今的社会经济水平来看，对个人或者家庭来说，2000块钱并不是多大的数目，而对获利丰厚的非法加油站来说呢，2000块钱就更是9牛1毛了。所以，如何加大处罚的力度，增强法律的刚性约束，这才是我们接下来最为期待的。而对此，我们再来看一下《新京报》刊登的评论文章，他的观点是这样说的：一度小餐馆卖个拍黄瓜被罚5000块钱，卖5斤芹菜被罚6.6万元，类似于这样的小错重罚，引发了舆论的广泛关注。好在最终呢，通过媒体报道和有关部门的努力，实现了个案公正和制度的完善。而现如今，我们看到违法所得863万元，罚款仅仅2000，这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同样刺激着公众的神经。如何实现罪过罚相当？针对不同的主体市场，立法层面应该要有相对统一的尺度。加油站作弊，如果结果只是让他把本就不该吃进去的吐出来，对他来说相当于没有任何的代价和风险。只有在没收违法所得的同时，还处以高额罚款，才能遏制其作弊的冲动。当然，我们还需要指出的是，遏制加油站作弊行为，除了执法人员所提及的计量法和计量法实施细则，刑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武器也要用好用足，也是可以用的，让作弊者付出应有的代价，尤其不让他们因获利800多万仅罚2000而窃喜，是需要法律及时修改、持续发力的。好，最后我们再来看澎湃新闻的这篇文章。近日有市民向媒体反映，电脑里的360安全卫士软件弹窗不断，弹窗设置当中的选项居然有50多项之多。就此，360客服回应说了，各类弹窗其实都是可以关闭的但是呢，没有一键关闭所有弹窗广告的功能。文章评论说了，弹窗问题之所以顽固，根本上还是因为有利可图。据统计，某些 APP 开屏弹窗类广告带来的收入可占到广告总收入的80%。那不过呢，从现在的主流态度上，把业务压注在弹窗广告更像是一种饮鸩止渴。弹窗关不掉，引发吐槽，就证明这是一种已经过时的商业模式，和日益高涨的权利意识之间形成了冲突。企业是需要去创新经营模式的。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现在看来，如果仅仅只是靠企业自觉去改变，有的时候可能还有很大难度。这需要我们在制度上、在法规上更进一步的完善，更加密我们的栅栏。好了，这时段报连下内容就这些，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主播。好的，感谢江波。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剑指台独分裂势力及外部干涉，东部战区为台岛周边开展联合演习，海警协同开展执法演练。第20届文博会开幕，展览规模和展商数量创历届之最，深圳各口岸迎来入境高峰。今年1号台风或于周末生成，较往年推迟2个月。北方多地迎来热浪，内蒙古、甘肃局地最高温近40摄氏度。伊朗发布首份直升机事故调查报告，坠毁直升机按计划航线飞行，没有在部件中发现弹痕。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的早晨8点钟继续锁定在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子龙。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爽。我们来关心天气情况。上海今天多云，午后傍晚局部地区阴有阵雨、短时阵雨。明天多云到阴，今天最高温度29度，明天最低温度22度。
震慑台独分裂势力，解放军再次亮剑。5月23号到24号，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战区海陆空火箭军等兵力，在台岛周边展开联合利剑 2024A 演习，重点演练联合海空军战备警巡以及联合夺取战场综合控制权、联合精打要害目标等等科目，检验战区部队联合作战实战能力。昨天7时45分开始，东部战区在台湾海峡、台岛北部、南部、东部及金门岛、马祖岛、乌丘屿、东引岛周边开展联合演训。在演习中，东部战区空军出动数十架次战机，成体系实施环台岛战巡、绕外岛巡航。抵达任务空域后，各型战机依托联合情报支撑，灵活采取各类战术动作，抵近台岛周边战巡。在陆军和火箭军的支援掩护下，多机型编组满挂实弹，飞赴预定空域建立多个打击阵位，协同驱护舰、导弹快艇模拟打击敌高价值军事目标和侦巡舰机。东部战区强调，演习是对台独分裂势力谋独行径的有力惩戒，对外部势力干涉挑衅的严重警告。中国台湾937舰，这里是中国管辖海域，我在此执行战备警巡任务，已无权干涉。台独分裂是对台海和平最大的破坏，你们不要为台独卖命，以武拒统只有死路一条。如果你们执迷不悟，甚至干扰我行动，我将采取惩戒措施，坚决维护台海安全。与此同时，东部战区还公布了联合利剑 2024A 演习区域示意图，并于昨晚发布了舰艇编队多方向抵近台岛战巡演练态势图。从具体演习区域来看，台湾岛北部演练重在威慑台北政治、军事重要目标；台湾岛南部演练则痛击台独大本营，并通过掐住高雄港这个台湾海上门户，打击台湾对外贸易，以及将台当局海军困在港内。在台湾岛东部进行演练，是为了阻断3条线：一是阻断台湾能源进口的生命线；二是阻断台独势力想要逃避制裁向外逃窜的逃跑线；三是阻断美国及其盟友向台独势力提供援助的支援线。而针对金门、乌丘等岛屿的演习，分析称此举意在切断他们与台湾岛之间的联系。军事专家认为，东部战区这次展开的突击演练，表明解放军已经具备捐岛无死角的打击能力，破除了台独的庇护所和战略保存地，以及台独势力以拖代援的幻象，形成了威逼态势。如果说之前蔡英文还遮遮掩掩的话，那么赖清德这次就是毫无顾忌，明确抛出了新两国论，其台独立场暴露无遗。他打的算盘就是渐进式台独。如果赖当局还不知道悔改的话，那么两岸面临的风险就会骤增，台独势力也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者，也终将成为历史的罪人。东方卫视综合报道。针对中方开展的军事演习，有美方官员表达了所谓的担忧。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联合演训是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惩戒对台独分裂势力，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完全正当必要。台独分裂势力每兴风作浪一次，中国和国际社会捍卫一个中国原则的力度就会加大一分。我们敦促美方停止纵容支持台独势力，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任何危害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径，都必将遭到中方坚决有力回击。联合利剑演习进行的同时，剑指台独分裂势力的武器装备也已经就位了。东部战区昨天以繁体字的形式发布了组合海豹“越海杀器”，共有6款武器，分别是踹门神器歼20隐身战机、炸弹卡车歼16战机、中华神盾052D 导弹驱逐舰、登陆猛将071型综合登陆舰，还有东风导弹以及量大管堡的远程火箭炮系统。而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东部战区亮剑的同一天，中国海警局也是紧随其后发布了消息。福建海警当天组织舰艇编队在乌丘屿东引岛附近海域开展综合执法演练。战斗警报！
在演练期间，福建海警舰艇编队重点开展识别、查证、警告、驱离、机动穿插、航路管制等等科目的训练，检验联合巡航、快速反应以及应急处置能力。本月以来，中国海警在金门附近海域已经开展了多次常态化的执法巡查行动，而这次是我海警舰艇首次进入乌丘与东引岛的所谓的限制水域，执法行动的范围再度扩大。此外，这次还是中国海上执法力量与东部战区各军兵种在台湾海峡的首次同框，凸显了军警协同的升级和拓展。乌丘屿与东引岛紧贴大陆，看至台湾海峡交通要道，地理位置重要。台当局一直试图将其推上对抗大陆的第一线。这次福建海警和东部战区的协同配合，可以说是用实际行动粉碎了台当局所谓的封锁闽江口和夺取制海权的妄想。位于闽江入海口东北方向的东引岛与福州市隔海相望，是台当局监控大陆海警船和军舰在附近海域活动的重要据点。岛上建有导弹发射基地和雷达基地。与东引岛情况类似，乌丘屿也是一座距离大陆不远的所谓军事壁垒。两座岛上驻扎的台当局军事人员曾多次举行反登陆作战操演和对海实弹射击训练，针对性不言自明。正因如此，中国海警在发布相关信息时，没有使用此前屡次使用的执法巡查这一说法，而是换上了综合执法演练这一新表述。根据示意图，此次福建海警14606编队在乌丘屿周边绕航，离大乌丘岛最近时仅有 2.8 海里。福建海警14607编队离东引岛最近时仅有 3.1 海里，有力粉碎了台当局所谓的限制水域一说。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执法巡查，时刻保持高度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应对一切突发情况，不辱使命，不负重托。东部战区和福建海警的演习演练行动同步进行，带来怎样的震慑效果？又在岛内激起了怎样的反响？来看台湾特约评论员赖月谦的观察。赖清德当局他们故作镇定，其实大家都知道他们很焦虑、很紧张。台湾的舆论都很清楚的知道，这次解放军就是针对赖清德来的，并不是对于广大的台湾的民众，而是针对于台独。所以台湾的舆论界通常都认为赖清德这样的一个台独的自白，引爆了两岸之间的关系的紧张。他的520的演说，造成了台湾53%到56%以上的民众认为赖清德的演说是不对的，他处理不了两岸的问题，认为能够处理两岸问题的只剩下30%多，比他原来的40%都还少。这代表什么？代表台湾的民众对赖清德的520的演说是不以为然，所以普遍的民众都认为赖清德不应该这样挑衅大陆，而且应该要想办法要修补两岸之间的关系。可是看起来一开始就走错了。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李希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持续为台岛周边开展联合利剑 2024A 演习，岛链内外一体联动，检验联合夺权、联合打击、要域战控能力。第20届深圳文博会昨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共吸引了6015家政府组团、文化机构和企业线上线下参展，展览规模、展商数量和海外参展商、采购商的数量均创历届之最。除了会展中心主会场，本届文博会还另外设置了52个分会场，展览面积达到16万平方米。在5天的展会中，将有超过12万件文化产品和4000多个文化产业投融资项目会在现场展示和交易。我身后的这个 LED 波浪显示屏呢，当之无愧占据了这个展馆里的 C 位。很多人跟我一样，乍眼看上去以为它只是一个裸眼3D 的显示屏，但只要用手去摸，就会发现它其实是凹凸起伏、具有立体动态的效果的。而这仅仅是本届文博会期间展示上海文化的一个小缩影。位于11号馆的上海展区面积为450平方米，突出展示上海文化产业全貌。文广和报业等主流媒体发展、影视演艺出版等文艺创作成果、数字文化前沿科技体验、文博文创产品开发、文体商旅展联动、文化人才之家建设等内容，其中展现上海文化蓬勃发展力，尽显上海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成就。
紧紧扣住了繁华上海这一亮点特点，我们很好的把近年来，特别是最近1年来上海文化发展的最优最亮的特点给带到了整个一个深圳。上海广播电视台作为上海文化企业代表，也亮相本届文博会上海馆，展现了其在全媒传播体系建设中培育心智生产力的最新成果。尤其是全台倾力打造的上海文广国际传播中心、上海爱、融媒传播 IP、文明探源看东方，以及首发的 AIGC 工具。比较突出的呢是今年 SMG 呢带来了心智生产力发展的一些成果。S-Cube 智能魔方是我们 SMG 挂牌了人工智能生成实验室以后推出的一款为我们的记者们提供更好的人工智能的后台系统的这么一个产品。国传中心呢是去年成立的，那也体现了 SMG 的这个国际朋友圈的一个扩大的影响力和能力。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文博会还首次设立国家文化贸易展，在推动中国文化产品走向世界的同时，也在积极吸引国外文化资源，实现国内国际2个文化市场的全面对接。东方卫视记者福雅、王泽斌深圳报道。随着文博会的开幕，连日来粤港澳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深圳的各个口岸迎来了参展商入境的高峰。为期5天的第20届文博会于5月23号开幕，目前线上线下参展单位约6000家，参会国家和地区108个。根据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预计，文博会期间，深圳口岸日均出入境人数将达75万人次，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3万余辆艘架列次，其中外籍人员达2.4万人次，环比上月同期增长约20%。目前，深圳边检总站已配足执勤警力，开足查验通道，保障来华参展商高效顺畅通关。我们在福田、罗湖、深圳湾、深圳机场等口岸专门设置文博会通关标识指引，集中优势警力，开足查验窗口，用好快捷通道，提供专业外语咨询引导，让参会参展人员好来好走。同时，对搭载文博会展品的交通工具及时开通绿色通道，便利参会参展人员和货物快速通关。22号晚间，恒大汽车发布公告称，收到地方行政部门通知，拟要求恒大汽车退还已获得的约19亿元奖励和补贴。这对不久前刚刚失去了战略投资的恒大汽车来说，又是新的考验。公告显示，自2019年4月起，恒大汽车与相关地方行政部门签订的一系列投资合作协议，因未按约定履行合同义务，相关地方行政部门根据法律规定，拟要求恒大汽车方面解除相关协议，并退回已发放的19亿元补贴。恒大汽车表示，目前计划向相关地方行政部门致函协调。上述函件要求如最终执行，将对恒大汽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产生重大不良影响。恒大汽车是地产公司中国恒大的全资附属公司，因恒大集团未能如期推进债务重组，且在年初被香港高等法院颁令清盘，所以上月恒大汽车失去了纽顿集团的战略投资。而截至去年末，跨界造车的恒大汽车已经累计亏损超1100亿元。其中2023年亏损约120亿元。本月17号，港股上市的恒大汽车宣布短暂停牌，目前仍在停牌中，市值为41.21亿港元。而生产方面，近期恒大汽车已安排部分人员放假，天津工厂暂停生产。此前也累计生产下线恒驰5汽车1700辆，累计交付约1400辆。东方卫视综合报道。为了深入推进上海市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正直行动，推动新修订的《上海市非机动车安全条例》宣传贯彻实施，严格整治违规停放、充电、非法改装等等突出问题。按照全国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工作专班的统一部署，上海从昨天开始，在全市范围之内集中组织开展4次电动自行车夜查行动，解决突出隐患，降低火灾风险。昨天晚上6点半，消防部门会同公安、房管等部门一起，来到位于文定路上的泰德花园，对小区内停车棚是否采取有效防火分隔，现场是否配置消防设施、监控设备进行检查。室外嘛，室外按照要求，你集中充电也有相关的消防设施也要配备齐全的。后期你这里看这边也没有，都会有的，后面都会装的，都会加装的。
不仅要消除停车棚、停车库等重点区域的安全隐患，消防人员还走进居民楼，排除电瓶车违规入户停放、充电、电动自行车擅自改装配件、拆改限速等行为带来的安全隐患。你是电动自行车，如果你停放在室内，万一发生火灾，对吧？造成很严重的后果。那可以退出来，可以退出来。平时那个电动车，好吧，就停在外面，好吧？包括你那个，如果给电瓶充电，也不要放在你这个房间里头。此次在全市范围内集中组织开展的4次电动自行车夜查行动，将一直持续到6月底。东方卫视见习记者翟玉森报道。全国第一个营养选择分级标识在上海试行。那根据饮料当中的非乳源性糖、饱和脂肪、反式脂肪、非糖甜味剂的含量，对其进行综合分级。试点实施将近2个月，消费市场上有什么新的变化吗？走进上海街头营养选择分级标识试点的一家奶茶店，介绍台卡，门店菜单上每一款饮料旁都多了一个分级标识 ，A、B、C、D 4个等级，健康程度依次递减，让日趋注重健康饮食的消费者一目了然。现在自从出了这个营养标识，确实是一个行业的一个引领啊，我也希望之后所有的品牌或者同行业的品牌都这么做。在这家试点奶茶店，有将近70%的顾客会选择 A、B 等级的饮品。营养选择标识不仅让消费者喝得明白，也让商家更加直观地感受到健康饮食消费趋势的变化。继首批4家企业参与营养选择试点项目后，5月13号，上海市公布了第2批10家营养选择分级标识试点单位。消费者依靠这个标准，他在消费奶茶的时候，他就有据可循，他可以对标来找产品。这样呢，鼓励企业在产品研发、在产品创新的过程中，更多的考虑消费者的身体健康。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今年1号台风或于周末生成，较往年推迟2个月。北方多地迎来热浪，内蒙古、甘肃局地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以色列将继续参与停火谈判。媒体称，以色列或将暂时搁置大规模进攻拉法计划。新闻继续，我们来关注天气。未来3天，我国西北、华北、东北等地将会有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华南沿海一带的强降雨范围将会继续的收缩。今天，广东、福建以及海南岛等地仍将有较强降雨出现。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大部、东北地区南部以及黄淮北部等地将迎来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部分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南方地区的降雨继续向东向南收缩，广东东部沿海、福建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局地有暴雨天气，部分地区伴有最大小时降雨量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明天开始，华南沿海一带的强降雨将基本告一段落，但本周日起，新一轮强降雨将从西南地区等地再度发展增强。冷暖交汇下，江南、华南地区又将出现新一轮较大范围强降雨。气象部门提醒，未来1周我国降水将再度发展增多，影响范围广，局地雨量较大，建议公众提前做好相关防范措施。华北、东北等地公众还需防范雷电、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的不利影响。东方卫视综合报道。今年首个台风或将于本周末生成。中央气象台预计，本周6的前后，西北太平洋将可能会产生今年的第1号台风。目前在帕劳附近有个热带扰动系统活跃中。日本气象厅昨天对这个热带扰动发布预生成提示，预计其将在24小时内发展成今年第1号台风艾云尼。各大机构预测，如果艾云尼生成，大概率将会北上转向，对我国没有影响。常年首个台风的平均生成日期是3月16号，今年已经迟到了2个多月的时间。那么今年的台风为什么会迟到呢？气象专家指出，究其原因，主要是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下，副热带高压较常年偏强，位置偏北，抑制了台风的生成。台风生成晚的主要影响还是因为副热带高压最近因为南方降水一直是没有停歇所以副热带高压呢范围或者强度也比较大，所以台风的生成是受到阻碍的。因为今年预报可能台风的个数有可能还是接近常年，所以大家还是要做好这个准备的。
那么，上海近期频繁预报要下雨，雨到底什么时候会来呢？周日开始会受到那空气交汇的影响呢，会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而且可能会伴有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而且呢，周日的这个气温也是比较高的，预计要达到33度左右，对流情况也可能会比较剧烈，所以大家也要做好防范工作。那气温方面呢？昨天华北、黄淮等地的气温继续上升，河北、天津等多个省市的气温升到了35摄氏度上下。不过，从今天开始，受到冷空气和降雨天气的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将会出现降温，其中华北、西北地区的降温是最为显著的。在河北，多地气温近日逐渐的上升，并且遭遇到了高温、大风等等天气。昨天局地气温甚至是突破了37摄氏度。河北省内最高温度出现在邯郸，达到了36摄氏度；在石家庄、井陉等地最高温度也达到了35摄氏度。张家口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石家庄市，为应对高温天气，出行的市民撑起遮阳伞，戴上遮阳帽。城市环卫部门出动了雾炮车和洒水车，对路面进行洒水降温作业。在高温和大风天气的共同影响下，衡水、邢台、邯郸等河北小麦主产区出现了轻到中度干热风，对冬小麦灌浆产生不利影响。农业部门提醒广大农户，可通过一喷三防等方式增强小麦抗御干热风的能力。气象部门预计，在未来2天，河北省的高温天气将得到缓解，河北省大部分地区将自北向南经历雷阵雨和阵雨天气，气温将下降10到15摄氏度。随着高温缓解，降雨带来的空气湿度上升，干热风也将逐渐减弱并结束。22号，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出现了39.2摄氏度的高温天气，超过过去5年来当地最高气温38.8摄氏度的历史记录。当天，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17个监测站当中，有15个站高于35摄氏度，其中有7个站高于37摄氏度，最高气温39.2摄氏度出现在拐子湖。记者从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气象台了解到，今明2天受高空槽的影响，当地气温有所下降。这几天，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气象台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局部地区最高温度将会达到40摄氏度，较去年高温预警发布的时间提前了49天。据气象部门预计，这2天张掖市高台县罗城镇、黑泉镇、河狸镇局部日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记者在张掖市高台县城看到，闷热的天气使人透不过气来，街上行人明显减少，外出的市民有的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有的或打伞防晒，或在树荫下乘凉。这2天天气还蒙蒙的热了，人出来街上拐拐去，也特别热，太阳照的身上也直红红的。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本月的24号和27号将有2场小雨，迎来间歇降温。换个话题。原价10余万元的收藏品现价只需要几百块或者几千块钱就能买到。不仅未来升值空间巨大，卖方还承诺后期还会专门上门将升值之后的收藏品以更高的价格回收。那如此稳赚不赔的噱头，引得众多老年人们是纷纷投资。没想到这只是一个精心设置的骗局。近日，陕西咸阳警方成功打掉了一个通过诱骗老年人购买收藏品虚构价值，骗取老年人钱财的诈骗团伙。今年71岁的王先生家住西安，他曾多次在当地一电视购物频道购物，购买一些生活用品和收藏品。2021年9月，一个自称小赵的女子电话联系到了王先生，表示购物频道原来的收藏品推销人员离职了，而他将接替之前的工作人员继续为王先生服务，并借机向王先生推销一些能够高价回购的收藏品。要是这俺以后回收，俺收的时候肯定是至少给你加一倍，你比如说是100块收的，那就起码就说是完了最低就是200块钱回收，就给你至少加一倍。因为小赵能准确说出王先生之前购买过的产品和金额，王先生便没有怀疑，还从小赵手中多次高价购买收藏品，累计购买金额达到8万元左右。再加上2、3次的各种回购手续费，王先生总共花费了大约10万元。
家住咸阳、今年75岁的杨女士也是被害者之一，因为有过在同一电视购物频道购买收藏品的经历。从2017年起，她通过电话认识了一个名叫小王的人，并从他那里陆续购买了70余件收藏品。对方当时承诺会全部回购，但历时3年时间，对方承诺的回购手续一直未能办妥。期间却还不断地要求杨女士缴纳各种费用，总计达数十万元。直到2023年11月，就在杨女士与小王的一次通话中，杨女士的儿子对此产生了怀疑。警方通过侦查梳理发现，这些所谓的收藏品种类繁多，有钱币、玉玺、字画等共40多种。这些东西都是从国内一个邮币市场批发而来，其中带有的所谓鉴定证书，也都是由购买者要求制作而成。这些所谓的收藏品及其成本价其实80几块钱到几百块钱、100-200块钱不等，根本就没有所谓的3-4千、几千块钱或者几万块钱那么高的价值。通过警方调查，确定这就是一起专门针对老年人实施诈骗的案件，而并非普通的商业欺诈。犯罪团伙利用老年人对收藏品专业知识的缺乏了解，虚构其出售的收藏品具有巨大升值空间和收藏价值，并以购买后将以高价回收为由，收取鉴定费、专家费、保管费等相关费用，一再骗取老年人钱款。我们根据对那个物流公司账单的分析，我们发现总共约是150个受害人左右，然后金额是400余万元，他们就把自己的养老钱就全部投到这个里面了。持续数年，150多名被害人，涉案金额达400多万元。明明诈骗手段算不上高明，但是对警惕性低的老年人来说却极为有效。那么，老年人究竟是如何一步步掉进诈骗团伙所设计的陷阱当中呢？据被害人杨女士介绍，嫌疑人长期以来都是通过电话与她沟通联系。而购买收藏品的钱款与后期收取的多项费用，也都是通过物流公司代收货款服务完成。他从未直接与嫌疑人进行交易。同杨女士一样，王先生也是通过物流公司进行交易。除了不与被害人碰面，这个诈骗团伙还以设计好的营销话术抓住老年人的心理特点，让被害人以为自己受到了格外的关照。这小张说，那跟俺领导也说的，把你找5个子，给你看其他人都是8000，给你俺4000多，这个藏品。在这个诈骗团伙中，几名业务员使用多个微信账号，将自己分别伪装成电视台购物频道工作人员、闪藏会回购部和打款部等几个部门工作人员，在老年人客户中扮演不同角色，骗取信任。就是假冒各种收藏机关和国家机关，譬如说陕西省收藏协会、银行的银监部门和打款部门，然后继续问你索要各种其他的，譬如说管理费、鉴定费这种费用，然后咱受害人就渴望早点回购，所以就一直上当。这些被骗的老人呢，最初都是接到了推销的电话，这才开始一步一步的购买所谓的收藏品。他们并没有和嫌疑人见过面，全部的沟通联系就是靠打一通电话。那按道理呢，警方顺着这些电话号码就很容易能够查到嫌疑人的真实身份。可是这一查却发现，这些号码机主全都另有其人。办案民警在电信公司对涉案的手机号码进行查询，发现这些号码机主并不在陕西，这与被害人描述的嫌疑人操着陕西口音并不相符。民警由此确定手机号码为地下渠道购买的黑卡，从中并不能查到嫌疑人的身份。于是民警决定从快递单对嫌疑人进行反查。然后呢，反查到了送货的快递员，查到了在西安发货的发货方，他这个人这时候就浮出了水面，这人就是我们的犯罪嫌疑人之一，他叫卢某。销售记录他有5000多条，我们从中一条一条做，最后梳理出了700多条的这个收藏品的销售记录。民警发现，卢某每月会固定给4个人转账，分别是1到6万元不等。发现了这4名女性，通过对这4名女性的身份调查，我们发现了她就是卢某下属的业务员。
确定这4名嫌疑人。在确定了这个诈骗团伙的人员构成后，2024年1月上旬，警方决定兵分3路，在这个团伙的公司、仓库、嫌疑人住所展开同步抓捕。最终将冒充小王、小刘、小赵等诱骗被害人的4名销售人员抓获，并搜查到了他们的内部账单。今年2月6号，诈骗团伙主要犯罪嫌疑人卢某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85折话费充值，72小时到账。在二手交易平台上，一些卖家挂出的手机话费充值链接，让不少人颇为心动。上海的陈先生前不久就在闲鱼上花了170元给自己的手机充值，然而72小时之后，不仅话费没有到账，陈先生还被卖家给拉黑了，后续维权更是困难重重。来看记者调查。全国地区话费85折充值被所谓的折扣打动。上个月，陈先生在闲鱼上花170元充了200元的话费。后来3天以后，72小时过去了，对方没有发货，我和对方联系，对方就被我拉黑了。无奈的陈先生于是联系闲鱼平台，平台让他耐心等待。而15天后，结果却是联系不上卖家，平台仅仅将商户账号进行了处置。此后，陈先生向平台所在的杭州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对此，全国12315平台反馈称，平台在等待卖家配合处理，暂时无法满足投诉人诉求。此外，这笔闲鱼交易不属于消费纠纷，维权建议考虑法律途径。这么事情反应好像有点过了，这个平台应该也有连带责任。针对陈先生的投诉，记者联系了闲鱼官方客服，但直到发稿前也未收到任何回复。事实上，这类85折充值、72小时到账的说辞，正是利用了平台的规则。记者了解到，一旦有买家购买了，发货方式就是界面自提。按照平台规则，卖家点发货后，界面自提类的交易3天后会自动确认收货，钱也就到了卖家账户中。等买家发现异常，再联系卖家，就会发现自己已经被拉黑了。而交易平台方面对卖家的限制措施也非常有限。咱们平台是闲置二手交易平台，如果个人对个人的一个交易订单的情况下是不收取保证金的。那如果产生了纠纷怎么办？具体的一个情况呢，要看后续的一个举报处理情况。记者在黑猫投诉查阅发现，有关闲鱼充值的投诉有2000多条。在小红书上也有众多网友分享了在闲鱼充话费最终打了水漂的经历。带有这个不良牟利性质的这些人，他利用这个二手交易平台的漏洞来去产生诈骗，这个金额达到一定程度的话，我们平台方应该要关注这类问题，对平台的交易方式进行一些技术性的升级，来防止这种情况再发生。近日，一名男子在地铁站内的店铺购买蛋糕之后，自称在食物里吃到了异物，受了伤，并向商家维权索赔。店方为了商誉，当然是息事宁人。但是呢，这场精心策划、自编自导的碰瓷戏码，最终还是露出了马脚。来看报道。5月12号，轨交镇平路站内的一家连锁品牌面包店接到顾客投诉，说是有质量问题，要求赔偿。有一名男性顾客来我们店里购买这款蛋糕，出现一个异物的塑料片在嘴里吃到了，划伤了喉咙，已经跟我们的上级汇报过这个事情了。这名顾客添加了企业负责人的微信，并发来一段自己吃到异物的视频。啥？这喉咙的。经过协商，企业向这名顾客赔偿了700元。本以为这是个案，没想到几天后，该企业另一个连锁品牌的一家门店也接到了类似投诉。您自己看，这啥？似曾相识的剧情让企业负责人觉得有点不对劲儿，立即向警方报案。后来一打开电话，跟我的电话是一模一样的，就对方打我的电话也是一模一样的，根本我就感觉到我家肯定这个是一个团伙了，来骗谁的。警方调阅公共视频后，迅速锁定嫌疑人程某，并于5月16号将其抓获。经查，程某以在食品中吃出异物为由，以虚假的就医记录和向自媒体曝光、向有关部门投诉等手段，向商家进行高额赔付，现已查证有涉案金额1万余元。目前，程某因涉嫌敲诈勒索罪已被刑拘。记者毛红仁报道。
近日，四川内江市资中县公安局通报了一起卖惨引流传播网络谣言案。涉事女子呢，为了吸粉引流竟然和母亲一起编造演绎了强迫相亲、非法拘禁的悲惨的情节，在广泛的传播之后，引发了网友的讨论。该母女因为虚构事实而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涉事女子周某玲在某短视频平台拥有3.5万名粉丝。今年3月份起，她发布了多部强迫相亲、非法拘禁的短视频。视频中记录了她的养母给她安排同村大龄男性相亲，关在家中1天1夜，不给吃喝等悲惨情节。她所发的视频，不论标题还是内容都很抓人眼球，在传播后引发网友讨论。3月25日，有网友向公安机关报案，希望将女子解救出来。我们到了现场之后，就看到，当时有一个中年女子，还有一个比较年轻的中年女子，她就讲，我是在这儿帮我的女儿打工。然后我们就顺带就问了一下，我说你打什么工呢？她说我是帮我女儿拍抖音、拍短视频，帮她演戏。警方在调查中发现，周某玲在视频中的养母实为她的亲生母亲，相亲男子则是同村村民扮演，这些与视频描述的强迫相亲、非法拘禁等完全不符。实则是周某玲为吸引粉丝，携手母亲黄某，通过编造演绎悲惨情节，博取同情，获得流量。被公安机关传唤后，违法嫌疑人周某玲与其母亲黄某对其卖惨吸引流量、博得关注、恶意造谣的事实供认不讳。当事人周某和他的母亲的这个行为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的规定，也就是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的这样一个违法行为。我们依据这个法律条款，已经对他的这个违法行为处以了一个行政拘留的这样一个处罚。5月21号，四川泸州发生一起突发事件，一名男子手持竹棍挟持了一名女孩。见此情形，路过的市民见义勇为，合力解救被困女孩。5月21日13时01分，在位于四川泸州西南商贸城20区一路口，处于醉酒状态的何某突然对路边的江某实施语言威胁，并持棍殴打。记者来到事发点，从市民拍摄的手机视频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该男子右手拿着竹棍，左手抓着女孩头发，情绪激动，一直要求围观者后退。只见被挟持的女孩戴着口罩坐在草坪上，不时发出哭声。就在该男子情绪越来越激动的时候，围观的人群一边答应后退，一边找准时机突然出手相助。只是戴到他的头的手的上面去，看到这种情况嘛，肯定要大家一起嘛，就两个把他制服了。石伟告诉记者，他是一名厨师，事发点就在他工作的门店的旁边。事情发生后，石伟和店长绕到何某背后，两人同时出手，分别按住何某的2只手。同时，其他围观的5人也立即冲了上来，将何某牢牢控制住。让我们的店长和我们的一个精神就冲进去，让我们这些男同胞嘛就把他，还有过路的好几个，反正有6、7个人嘛，就把他，那当时就把他制止了嘛，反正就是可能不到1分钟嘛，几十秒的样子。据了解，共有7人参与施救，整个过程只用了30秒。记者从警情通报中获知，今年55岁的何某是重庆人，被挟持女孩江某今年26岁，泸州人。目前江某已送医检查，身体并无大碍，何某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1日。下面有请江波为大家带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江波，好的，接下来一起进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近日在山东淄博市的博山区，36岁的王龙下河救人不幸溺亡了。那事后相关部门追授王龙市级见义勇为模范、区级见义勇为先进分子等荣誉称号，并且为其家属提供生活保障。人民日报对此是这样评论说的：近年来，各地各部门大力弘扬见义勇为精神，全面加强宣传引导、评选表彰、权益保障等相关工作，推动形成了全社会参与、关心、支持见义勇为的良好氛围。但是在很多场合人们仍然有服不服劝不劝追不追、救不救这样的一些思想顾虑。有的地方激励见义勇为政策不及时不到位，英雄流血又流泪的事儿还时有发生。
所以对此，我们要充分发挥法治的引领和保障作用，保护好见义勇为者及其家属的合法权益，推动好人好事、善行义举的涌现，形成弱者有人扶、难者有人助、危者有人救的良好社会风尚。近期在重庆、合肥的一些社区、广场、街心公园里面，出现了一批为流动摊贩设置的潮汐摊区。那这个潮汐摊区啊，每天上下午会在固定的时间内营业，吸引了不少的顾客光顾。光明日报对此评论说，流动小摊儿能够给消费者带来方便实惠，但流动小贩的无序经营又会影响环保啊、交通等等，给城市管理带来不少的困扰。那这个问题该如何破解呢？推出潮汐摊区正是切中了要点，通过合理合规的方式划定经营空间和时间，既提供了民生之利，又化解了城市管理之痛，让多元化的市场业态能够活跃起来。而且往深处看，这种变堵为疏、刚柔相济的办法，也提升了社会治理的精细化水平，彰显出了城市治理当中的人文关切。近日，珠海市教育局下发通知，在市直属学校要推行师生同餐同菜同价制度，原则上不得再设立教工食堂。南方都市报啊对此评论说了，学校管理最忌讳的其实就是沟通不畅，最怕的呢就是师生之间存在隔膜。教工食堂所营造出来的距离感现在被打破了，无疑刚好就牵住了牛鼻子，找到了问题的关键点。师生同餐还从形式上打破了传统意义的师生界限，为教师和学生创造出了更轻松、更融洽的交流环境，打破了教室、办公室的限制。当然，我们也要提醒，既然教工食堂已经被取消了，那么如果都在一个食堂里面了，还要再设教师的专窗或者就餐的专区，其实也是完全没必要的。近日有记者调查后发现有人对安装在居民楼公共区域里面的消火栓搞起了装修改造，并且还在网上晒出了众多消火栓爆改图有的呢可以看见是将这个入户门前的消火栓改装成了墙面镜，有的甚至还把消火栓套进了一个组合柜里面。乍一看呢是挺好看的也挺有创意的，但是殊不知这样的爆改实际是存在极大安全隐患的。北京青年报评论说了，消火栓呢是重要的灭火设施之一，虽然平时看起来好像不起眼，作用也不大，但是如果一旦发生了火灾，到了那个关键时刻，它就是我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守护者了。而任性爆改消火栓，很可能就会导致消火栓在关键的时刻派不上用场，威胁公共安全，可谓后患无穷。相关社交平台要积极担当作为，建立健全审核机制，对内容要严格把关，切断违法装修攻略的传播。对于爆改消火栓等违法行为，还应当要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以儆效尤。近日，广西南宁隆安县发生了一起性质极其恶劣的校园欺凌事件。一名13岁的初一男生被8名高年级学生以滚烫的热水浇身，让人触目惊心。目前，施暴的8名学生当中，年满16周岁的赵某某、蒙某某已经被刑事拘留，而其余的6人被行政拘留。中青报客户端对此评论说，近年来立法机构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惩戒标准做出了合理的调整，使违法犯罪情节恶劣的未成年人不因年龄而逃避必要的惩罚。与此同时呢，针对校园欺凌各项教育惩戒和防范制度也逐渐得到了进一步的激活。这些改变都传递出了不姑息低龄之恶的明确信号。只有让那些思想行为出现了严重问题的未成年人得到深刻的教训和有效的矫正，才是真正对未成年人安全和前途的负责。好的，这一时段报连下内容就这些，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主播。好的，感谢江波，我们新闻继续。
昨天，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了首份已故总统莱西及其随行人员乘坐的直升机事故的调查报告。报告显示，直升机按照计划航线飞行，没有在部件当中发现弹痕或者是类似的情况。从德黑兰派遣的专业技术小组于当地时间20号上午9时抵达直升机坠毁现场，采集信息。报告显示，直升机按计划航线飞行，并未离开指定航线。事故发生前约1分半钟，事故直升机的飞行员与该飞行组的另外2架直升机进行了沟通。此外，坠毁直升机的其余部件中没有发现弹痕或类似情况。由于地区情况复杂，大雾气温较低，搜救行动延长并持续了1整夜，并于5月20号凌晨5时，在伊朗无人机的帮助下，准确定位了事故位置。塔台与机组人员的谈话中没有发现可疑情况。报告还提到，与此次直升机事故相关的大部分信息已收集完毕，有些内容伊朗方面还需要更多时间来审查。东方卫视编辑报道。自去年10月份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停火谈判已经进行了多轮，但是屡次陷入僵局。昨天在结束战时内阁会议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令，以方代表团将继续参加与哈马斯就人员交换和加沙停火举行的谈判。当地时间23号凌晨，以色列战时内阁结束会议讨论，批准了以方代表团参与谈判的最新指导方针，但没有透露具体细节。在本月6号举行的最新一轮谈判中，哈马斯宣布同意埃及、卡塔尔等斡旋方提出的停火协议，但以方表示，哈马斯答应的条件与其要求相去甚远。卡塔尔方面指出，谈判停滞的原因是以色列执意对加沙地带南部拉法展开军事行动。另有媒体报道称，以色列在同美国协商后，选择暂时搁置对拉法的大规模全面地面进攻计划，采取更有限的行动。对此，分析认为，这或许只是烟雾弹。以色列政府内部极右翼政治人物的态度也呼应了这一推断。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在警方陪同下，又一次进入耶路撒冷老城的圣殿山，也就是穆斯林称为尊贵禁地的区域。该区域同为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圣地，长期以来是巴以冲突的焦点。参观期间，本·格维尔对挪威、西班牙和爱尔兰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发表消极言论，并表示以色列必须深入拉法作战。而美国方面则继续拱火。多家媒体22号援引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一位发言人的话报道说，美国政府反对欧洲3国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决定。报道称，美国总统拜登支持2国方案，但认为巴勒斯坦建国应该通过巴以双方直接谈判实现，而非他国单方面承认。据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报道，以色列在同美国协商后，选择暂时搁置对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拉法的大规模全面地面进攻计划，选择采取更有限的行动。这一决定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一听新闻评论员魏东旭的分析。在以色列的内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民众对于内塔尼亚胡政府他所主导的针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经是非常的不满有很多的抗议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另外一个呢，外部的这个压力对他的军事行动已经构成了事实上的这样的一个牵制。这也说明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军事行动，尤其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国际社会上是不得人心的。不排除以色列方面也可能是释放烟雾弹。事实上呢，很可能还会继续针对拉法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是呢，他的这种军事行动可能会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比如说分区划片，逐步的去展开军事行动那么先针对某一个区域，尤其是城区进行封锁和包围，那么进行了所谓的军事围剿之后，他自认为清除了相关的区域内的哈马斯的武装人员之后，再换到另外一个区域进行封锁包围。也就是说呢，现在内塔尼亚胡政府他的主要的这样的一个手段还是军事行动，还是武力强攻的方式。那么通过所谓有限行动的这样的一个说辞，或者说这样的一个说法主要是要缓解他所面临的外部压力。当地时间的5月22号，英国首相苏纳克突然宣布，英国将在7月4号举行大选，这将是英国自1945年以来第一次在7月份举行大选。在保守党与工党支持率相差悬殊的情况之下，苏纳克宣布提前举行大选，或许这正在进行一场赌博。自2010年起，保守党连续执政14年，
当中却频繁更换首相。而苏纳克自2022年10月接任首相以来，反对党工党对保守党的支持率长期保持2位数的领先。最新民调显示，截至本月16号，保守党支持率仅为20%，工党支持率为47%。而在本月的英国地方选举中，保守党遭遇了40年未遇的惨败，近半数参选议员落选，工党时隔14年后重新上台执政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分析指出，民调数据落后，加上保守党面临不利形势，苏纳克提前举行选举意在为保守党尽量争取先机，缩小与工党的差距。英国今年第一季度经济环比增长0.6%，超出市场预期。日前出炉的4月 CPI 数据回落至2.3%，为3年来最低水平，更让苏纳克有了底气。We have got inflation down from 11% to 2%. We have delivered on my first priority to drive inflation back to normal. 还有分析认为，苏纳克突然宣布提前大选，也迫使工党仓促应战。不过，在近期不断敦促苏纳克尽快举行大选的工党看来，这也许正中下怀。Tonight, the Prime Minister has finally announced the next general election, a moment the country needs and has been waiting for. 本周二，新加坡航空一航班因遭遇严重气流颠簸，紧急降落在泰国曼谷机场。昨天，负责收治伤者的泰国当地医院负责人通报最新伤情。昨天，收治此次事故患者的院方表示，有6人遭遇颅骨和脑部损伤，22人接受脊柱损伤治疗，另外还有13人出现骨骼、肌肉等部位损伤。Patients that we treated as inpatient totally 41 patients. เคสที่อาการรุนแรงที่สุดก็มีการบาดเจ็บของกระดูกสันหลังส่วนคอซึ่งได้รับการรักษาด้วยการผ่าตัดไปแล้ว。针对此次伤亡事故，新加坡航空宣布调整客舱服务标准程序，包括在安全带指示灯亮起时暂停客舱餐饮服务，并要求机组人员返回座位系好安全带，更加谨慎地应对飞行中的颠簸情况，确保乘客和机组人员安全。东方卫视编辑报道。近日，韩国曝光了一起 N 号房式的性犯罪丑闻，主犯呢是2名首尔大学毕业生。嫌疑人从2021年的7月份到今年的4月份，利用深度伪造技术，将女校友和熟人进行 AI 换脸，合成了至少4000份色情照片或者视频，通过网络聊天房私密传播，并且侮辱威胁受害者。目前，首尔警方已经逮捕了5名嫌疑人，确认受害女性多达61人，其中包括至少12名首尔大学的学生。据韩国警方消息，该案2名主要嫌疑人朴某和姜某被以涉嫌违反性暴力处罚法等罪名逮捕。他们非法合成了1913个虚假淫秽视频，长期在一款加密即时通讯软件上传播，并建立多达200个私密聊天房，吸引他人观看。他们还邀请了另外3人，针对各自的熟人合成淫秽视频，并进行散布。其中1名男子因制作传播2101个非法视频被捕。这些嫌疑人还通过打电话等方式接触受害者，对受害者精准施压。一名受害者透露，2021年7月，朴某连续向他发送数十条用他的脸合成的裸照和淫秽视频，进行威胁和嘲弄，并称就算报警也抓不到他们。早在2年半前，多名受害女性报警，但警方在6个月后结案，表示没有发现有关调查线索。受害人随后多次上诉至当地检察机构，但被驳回。最终，首尔高等法院经过复议，认为将该事件提交审判是合理的。韩国警方今年重启调查，并于上个月拘留了嫌疑人朴某。在抓捕过程中，5年前首次报道 N 号房事件的民间团体起到了关键作用。该团体的1名成员伪装成中年男性，潜入涉事聊天房2年多，最终成功将朴某引到线下见面，帮助警方将其抓获。目前，韩国警方还在进一步扩大调查。据韩国警方消息，这次披露的案件当中，5名嫌疑人开设多达200个私密直播间，单个直播间的参与人数最多达到50人，治理数字性犯罪任重道远。几年前 N 号房事件轰动一时，主犯赵主斌也是采用类似的作案手法。来简单回顾一下。2020年，韩国 N 号房事件曝光。
罪犯在即时通讯软件的加密聊天室中传播非法拍摄的淫秽影像，至少74名女性受害者被强迫拍摄不雅视频，其中包括16名未成年人。据估计，韩国有超过26万人付费观看了相关非法视频。此事在韩国引起轩然大波。时任韩国总统文在寅下令彻查。 재판부는 앞으로의 모두가 안전한 사회를 살아가기 위해서 공범들 처벌에 있어서도 엄벌을 내려주시고 이런 사회학적인 일이 두 번 다시 일어나지 않도록 본보기를 보여주시길 부탁드립니다. 主犯赵主斌最终获刑42年，另一名主犯文亨旭获刑34年。这也是韩国首次引用性暴力犯罪处罚等相关特例法，将犯罪嫌疑人信息公之于众。 摩艾石像是智利的标志之一，也是古老文明的神秘存在。受极端天气的影响，摩艾石像正在逐渐失去它原本的模样。专家呼吁对其采取紧急保护措施。这些摩艾石像在智利复活节岛上已伫立数百年，它们有着一对长耳、双目深凹、下巴棱角分明。然而，由于凝灰岩质地相对较软，且容易遭到破坏，加上干旱、强降雨等极端天气。 如今，有的石像眉眼已变了模样。当地保护人员称，现在极端天气比以前多，一段时间的大量降雨后，紧接着就是长期干旱。修复者需要首先清除侵入石像的微生物，如地衣和苔藓，然后使用防水剂来保护石像免受暴雨侵蚀。这一修复过程复杂又漫长。复活节岛位于智利本土以西大约3500公里海域，因神秘的摩艾石像闻名。 是智利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之一。东方卫视编辑报道。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56分。下面让我们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端午假期火车票即将开售，假期首日6月8号的车票将于明天开售，而放假前一天，也就是6月7号的车票将于今天开售。火车票起售时间之前进行购票信息预填，包括填写乘车人、车次、级别等。 即可在车票开始发售时一键提交订单并完成支付。今天南方地区的降雨继续向东向南收缩，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大部、东北地区南部以及黄淮北部等地将迎来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部分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国家发改委、央行等4部门印发关于做好2024年降成本重点工作的通知，要求提升金融对实体经济服务质效，包括推动贷款利率稳中有降，增加小微企业的首贷、续贷、信用贷，加强对创新型、科技型、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等。互联网政务应用安全管理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规定要求一个政党机关最多开设1个门户网站。 互联网政务应用的名称优先使用实体机构名称，规范简称；使用其他名称的，原则上采取区域名加职责名的命名方式，并在显著位置标明实体机构名称。海地政府宣布延长该国首都太子港所在西部省的宵禁令，至5月28号，西部省的宵禁从22时至次日5时生效。海地警方将采取一切合法手段，严格执行宵禁，逮捕违反者。美国航天局发布声明称。 波音星际客机首次载人试飞已被无限期推迟。星际客机原定于美国东部时间本月6号进行首次载人试飞，但因火箭故障、飞船推进器出现氦气泄漏等问题，数次被延迟。目前尚不清楚氦气泄漏是否是星际客机存在的唯一问题。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的看东方给大家带来的新闻早餐。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再会。